问题。假如你班上你特别好的几个朋友，偷偷的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当然，这事儿你没参与啊，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怎么还不睡啊？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专案组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他们找你干什么呀？要谈万海案、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老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程世萌、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我只要洪家村，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就半价卖给你？100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了？这下对啊，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万家的矿，这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我再问你一遍，你们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你还觉得汪海案是个铁案吗？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的。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
会有一些不周全。只是这些吗？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还有呢？还有呢？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栾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啊？检察机关。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叶买房子了？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大都西山。哪天买的？就是4月中旬吧。中是15号前后吧。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2号，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天龙集团。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的？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低了142万。哎，那就这么低了？没有，已经让柳运去把这个差价补上。什么时候让补的？5月底。底是26、7号吧。5月26、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荣。对，我知道。我认识吗？见过2次。哪2次？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他来干啥？送红包。多少钱？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你第2次见陈胜荣是什么时候啊？第2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然后就让柳运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什么叫正好陈胜荣也在呢？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你刚才说谁订的？
小运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程子健去了吗？没去。那都是谁？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延武、谢鸿飞、刘云和我。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是啥关系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他俩工作有交集。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啊？不，万川矿业。是万海的万川矿业。是的。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西山的差价？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就是差价的问题？差价的问题。是的。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违法。那你见王玉也是违法吗？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没准我走了啊。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海案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面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越是到这个时候，你
个月要相亲。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洪亮，你是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哎，没关系，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报告。进来。许局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好的，许局。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2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哈，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许局，不好意思啊，段一强啊，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2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说，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你先坐会儿啊，我去个厕所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有这个事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是这样，洪亮。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呢？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10年，有的工作20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30年，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这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郑主任，郑主任，又熬夜了，那个外头有人找您。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同志们，立刻行动！这下工作。
你咋也来了呢？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这不挺好的吗？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我没那能耐。你认识陈胜龙吗？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万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1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1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领导，那矿洞底下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我没有。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你还不打算说实话？领导啊，你就别逼我了。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行了呀。领导啊，你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们会找到万超。你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了。不是他们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他就问。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秦风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这洪亮是什么人？省11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算总账？算10几年东平的总账？人家官儿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还有一车，一会儿都给他装3号车。徐官，给他打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走。
大头，看着。熊二虎。大哥。喂，李现，我是王宇，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他带了很多人来我这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还有个事儿，陈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天成，他跟那个江源在合作。你快点儿，你来晚了，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喂，王玉，给我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李姐。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好啊，不多说了，快点啊！哎，老张，过来把字签一下。去那边看看。我仔细找。记得啊。杰哥，往铁道那边瞅瞅去，那边。你到哪儿了？我藏不住了，我都。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马上就到你楼下。哎，开反了！开反！你往回开！什么？我在火车顶上，我记那个铁轨，火车顶上。对，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大哥，我看到了。行。有人中枪！王宇喊120，喊120！王宇，你坚持住！王宇，
宋上啊，现在情况怎么样？李建章在做笔录呢。宋队，哎，细菌，哎，好，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野。哦，你好，你好，细菌。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哎，那谢谢徐军。哎，不客气。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了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你可千万不能说呀！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活儿做得越大，责任越大。我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子越，你去找找。后备箱。
万海的案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胜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胜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红梅，还有，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完了，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红亮，那是我老婆呀！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宇，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笑什么呀？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儿。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儿。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然后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日娟，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回去吧，李姐。刘月，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印象吗？我向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他如果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你这舆情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专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小王，哎，准备开始。好嘞，好嘞。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义虎可能不是初犯。判处孙义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你爸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从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这是认不认识？不认识。啊？不认识。前一段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不10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谁呀131小集团从犯王大勇。谁？从犯王大勇。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从犯王大勇。再说一遍。从犯是从犯吗？是从犯吗？从犯王大勇。
131号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孙飞，你挺厉害呀！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了，凶类王大有，对吧？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2死6重伤啊，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你们都有谁呀？说话。谁是组织者？说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话。13年前还是更早？咱能不能说话呀？孙飞，你想玩零口供是吧？好。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零口供，我能不能定你死罪难逃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救命啊！救命啊！救命！警察同志，他们从这个门冲出来！叫救护车，解救2名人质。发现可疑人员向垃圾回收区域逃离。收到，2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停车！别动！站住！坐下！站住！别动！别动！坐！站住！小来！站！站！别动！别动！站住！站住！不动！好，起来，跟上。坚持一下，二查，咱得救了，政府来救咱了。赖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并威胁他人作伪证，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你等会儿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交代的话，算立功吗？为什么杀害乔振兴？你刚才提到，熊磊，其实他本名叫王大有。10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1年多，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怎么了？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您是？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乔主任，怎么了？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是吗？有缘啊！这是我一客户，熊总。哦，你好。你好。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这个人不能留啊！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乔主任，走一趟吧。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有啊。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什么视频？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
水吧。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乔主任，谁让咱俩又碰上了呢？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命不好。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巨额的贿赂。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你就认命吧。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1整瓶白酒。在死者的肺泡和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张主任，王主任，又麻烦你了。哎，你好，洪亮组长。你好，你好，洪组长。哎，王组长，安排好了，里面请。有一台手机是报备过的，这台。增加记忆。我交了啊。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哎呦，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我配合你啥呀？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死了俩人，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川矿隔壁还有一个大成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有去现场行凶。那王大有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1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你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抻过茬，对吗？我说。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不是你干啥的呀？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察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王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你找着他了？子妍，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干啥？哎，你看啊，你说的对。大，眼睛没瞎。你知道我最近躲在哪吗？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特好。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王海。走，取药。是。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建汇报吗？怪我打你小报告。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检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吃。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万海突发心脏病，死了。啊？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也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宋丹，在房的。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来，那个，郑志，能再等我会儿吗？等多长时间？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行。炒这么多菜呢？还有2个菜没炒呢。那就炒了吧。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谢谢。
条件有限，我尽力了。谢谢。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行啊，回去给你机会。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80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还是，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2句吧？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走，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走了，老谢，洪亮，老谢，给老子个面子，只想跟你一个人说。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咬我。这是纪律。咱11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个。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你们先上车。注意纪律，赶紧上车。好。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几个意思？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都已经告诉你。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书房。徐老师，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想回来问您，就是点小远的事儿。小远，他跟玉天成是啥关系？您知道吗？
想再问个问题吗？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姐夫，你问这些干嘛？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3年多啊，怎么了？王海案跟你有关系吗？什么玩意儿？没有。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明确告诉你，宇天成、陈胜涉黑。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你拿过来，我看看。江源，出去。不，我不行。放开我！我俩，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所以，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不是，这不是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你让我就过不去吧？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加油！一个问题，您得告诉我，131这个案子跟您有没有关系呢？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爸他不知道。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俩，
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于元正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儿吗？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我跟你说说，于天成当年为了围猎爸，都做过些什么？妈，我出事了，我看见撞死人了，怎么办啊？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谁让你开的？啊！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于天成，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啊？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姐，身上还有伤吗？没有。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多少，咱们一家3口离开这儿，好吗？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洪亮，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于天成，你被捕了。
志新。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送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好。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潜伏，我觉得你还挺帅的。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拼风沙。
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军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世事有王法。江头风波，做人一生坎坷多。兄弟，我心头上有件事儿，那不见孟婆不得过。自古黑白分颜色，别扯放下就挣脱。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那坏人凭啥先不让？为一个理，为一场景，老子走到底。我要出了门的人，在晚夜归家。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我要吃着一口饭，守着一夜黄。我要这人间所有道。